上节目上3年了，3年了，好多观众说我爱讲点沉重话题啊，没有讲什么重的吧，没讲什么重的吧，就讲点什么月经羞耻啊、女性困境啊、家暴啊，重吗？不重啊，这就是咱们的日常生活呀，这是。哎呀，还有观众给我发私信说，好心疼这个王悦啊，他是个淋过雨的人，还这么乐观。那你真的小看我了，我是个发过大水的人。我老家真的小的时候年年发一次大水，你来你也乐观，但是现在已经治理好了，只是我们那边的楼房上会有一些水位线，每个来过我们县城的人都知道，这个地方曾经水很深。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的家乡啊，四川渠县，水到渠成的渠。你感觉大水不来，我们县城没名字。我们县城唯一的景点，它叫龙王庙。大水来了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一看这儿有个龙王庙，兄弟们冲啊冲啊！但这里也是中国的黄花之乡啊，就是那个黄花菜都凉了的那个黄花。每年发大水的时候，满城都飘着黄花，好壮烈啊，好浪漫啊！所以我故事里的小黄花，从我出生那年就飘着。所以我小时候一直觉得周杰伦啊，应该是我们渠县人。年年冲大水，把我们县一路冲进了四川百强县，全靠我们渠县的父老乡亲乐观，真的，因为全四川它一共就只有105个县，你感觉大家都有点太乐观了，他们那个精神状态更是遥遥领先。有一年我们县城里那个波司登羽绒服，他搞了个活动策划，请了3个外国人坐着滑翔伞在我们县城上空盘旋。我放学回家路上看着我们全县城的人都端着稀饭往天上看，过了一会儿全县的传开了，说外国人打进来了。全部端着稀饭跟着那3个外国人跑啊，要看他们降落在哪里，说去直接捣毁他们的老巢。眼睁睁看着他们降落在了那个波司登的舞台上，马上全县又传开了，说刚才搞错了，是那个波司登陆渠县了。我8岁那一年差点变成个波斯人。大敌当前，没有人惶恐，大家操心的是一会儿要不然把他们3个外国人就留在这里干活吧，让他们留在这里种黄花，我们直接波斯直聘。就是这样的，莫名其妙的这种精神状态，每年在发大水的时候啊，更是把那个大水当成外国人整，真的。只要暴雨连下3天，所有人都在街上开始疯狂购物，奔走相告，就站在那个水旁边在那喊涨了。你感觉他看的不是大水，看的大盘。你也不能说大家盼着发大水吧，至少大家不怕发大水，因为以往的生存经验就告诉过我们，这个大水的极限在哪里？在6楼。也不是年年都到6楼啊，有的时候到1、2楼它就涨停了。我家就住1楼，妈呀，年年都被套牢啊！我们家里都不，你把我套牢了，真的。家里都不敢怎么装修，真的，平时差不多看着就是毛坯房，一发大水的时候清水房，大水退了，你把门一推开，妈呀，完全破房。每年楼层低的人，你就得抓紧时间，赶紧往楼上搬。我从小就学会了向上社交。那些楼层高的人，他们也习惯了向下兼容，一下大雨就帮着把别人家值钱的东西往自己家里搬。每次搬出来第一样东西那就是麻将桌，然后是电视机、电冰箱、老人，也就是我奶奶。大水都淹到膝盖了，她还坐在那个藤椅上，一边泡脚一边骂。等大家把东西全部都搬上去了，把她连人带椅子的往楼上搬，你才搞懂她在骂什么。她骂你把她麻将桌给她搬走了。
在他和麻将桌中间居然隔了电视机和电冰箱，他这辈子没跟麻将桌分开过那么久，真的。就大水涨上来，楼层高的人也开始断舍离，把自己家里平时就需要搬下楼才扔得了的东西，开始直接往水里扔。我也顺手就把我书包扔了。知识就应该在海洋里。也不怕别人给我捡回来，因为学海无涯嘛，无涯。但你也总不能啥都不学吧，你还是得学点东西。我就开始跟着大人学打麻将。我们县城的人就是这样子的，一涨大水，他们就开始打麻将。他们说这个就叫遇水则发。吃饭的问题也很好解决，所有的人都在楼顶上煮火锅，家里有啥你就煮啥，有的时候水上漂点啥，你还能捡点啥。这个就叫流水席，也叫海底捞。有时候你经验很丰富的时候，你看着水上飘过来什么，你就知道水淹到哪里了。飘着黄花菜，你就知道黄花场被淹了。你飘过来一个县长，你就知道县长被他家里面的人断舍离了。最恐怖的是有一次水上飘过来6个人头，旁边有个年轻人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他说那是我刚装好的理发店呐。然后楼顶上所有人七嘴八舌开始安慰他，说没事，人没事就好了，你推子剪子都带了的吧，来先把我的头给我剪了，在这里我就能洗头。大家就这么互相打趣互相鼓励的等着那个大水退下去，然后自发的跟着救援人员一起去打扫淤泥清理残局。总感觉家里面好像有点空空的，然后想起来哦，奶奶忘了搬下来了啊。然后大街上那些被断舍离了的东西又被所有人挑挑拣拣的选回来，县长也走回来了，还带了几个别的县的县长，说要开个大会研究一下怎么抗洪。很快所有人的生活又恢复到从前，整个县城的人又开始打麻将吃火锅喝稀饭。我们那儿的人真的很喜欢喝稀饭，因为水多，所以稀饭依然特别的稀。所以我跟你们说真的，周杰伦绝对是曲线人，他有张专辑就叫《范特西》，他还有一张专辑叫《依然范特西》。大水给我们这个县城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楼房上会多出来一道水位线，他走的时候会带走满城都飘着的黄花和所有人的忧愁。我是好多年过后我才无意之间发现，黄花居然有另外一个名字，它也叫做忘忧草。我觉得忘忧草之神会保佑每一个漂泊在外的衢县孩子，我和周杰伦。因为周杰伦跟我一样乐观，他那首飘着小黄花的歌居然不叫发大水，叫晴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王宇，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这段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你虽然自己调侃自己说这话题都重了，这段其实也不轻啊，处理的还是蛮巧妙的，尤其是对周杰伦的多次使用，轻松一些嘛，轻松一些。他毕竟是老乡嘛，应该不会介意。老乡见老乡，一起水汪汪哈。我特别喜欢，王悦这次的这个结尾也都很好，就忘忧草，以及整个那个留在天台的老奶奶等等的，这个真好。现在已经搬下来了。因为去过四川，见识过四川人身上自带的那种松弛感，那种释然放松，跟这片能翻过去就翻过去了那种，让人特别敬佩的那个不太一样的精神。它这个画面感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它这边有动态有静态，还有这个就是老奶奶用的好，我觉得里边那个县长我特别喜欢，就是水上飘过一个县长，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啊，就是你会想象这个县长怎么这么勇敢，完就后来又带回来几个县长，然后去开大会，等于这个县长这个头最后还接上了啊，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有心思的一个作品，它有点像个散文。对对对，而且它这个散文里边有叙事，有情绪，有人物，有画面，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非常丰富啊。我觉得周杰伦也会很喜欢。
庄老师说的特别，因为从文学性角度来讲，您这个很过硬，但是吧，我个人就感觉他。我说两句我的拙见啊，我可能这用词不当啊，就是甚至让我能听出很多美感。对，当然它确实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嘛，但是您用这种特别乐观的精神把它表述的让我们觉得很美。然后，但是呢，它就是可能是因为题材原因，它没有那种特别爆炸的那种，让人觉得啊，还有这个，可能这事儿确实不好往里加，是吧？不是那种毫无负担的大笑。对，处理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想了很多，但是我就是尽量还原我小时候记忆里面的那个画面吧，因为在小孩的眼里面。就是一涨大水，他就可以放假了，所以把所有这种抗洪的压力，其实都给到了政府，给到了所有的这些救援人员上面。所以我尽量还原一个小朋友的视角里面，他还是比较有一些小的趣事儿。前几天我刚知道黄花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忘忧草，所以我特别想讲这一篇。我觉得刚刚大家表达了很多焦虑也好，想被别人认可也好，所有的东西，我的这个忘忧草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忧愁的东西全部给你们带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我老家看一看，真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真的觉得川渝地区的人真的就是天生的很乐观，让我觉得原来是忘忧草的故乡。对，而且你刚才用的那个特别巧妙，周杰伦的那个歌居然叫晴天，其实它是一个天天在发洪水的地方。当然跟人歌可能没有那么关系，但是你用在这里就是那么的恰如其分，然后那么的又伤感又美的一种感觉。谢谢，非常精彩，真的。你的脱口秀让我陷入了童年回忆，因为其实我老家也是天天刮台风，其实我也小时候也是特别期待赶紧刮台风，然后就不用去上学，可以在家里玩。所以你上了初中，我上了中专，那怪大水咯，怪台风咯，风水不好喽。但是还是希望我们的家乡都能风调雨顺。但是我非常喜欢，就是你用就是非常愉悦的来形容那些悲伤 ，you know？ 我 know。我写歌也是这样，用一些非常愉快的节奏来描述一件可能略微忧伤的故事。哎呦，谢谢你。我看他这个片，我突然脑子里想起4个字，叫落花流水。就是它其实你要看文字是一个特别美的场景，但是往往被我们用来形容一些惨烈甚至惨淡的状况。谁说这个就一定要非常直白的把苦难也好，或者说伤痛也好，就是要血淋淋的那么讲？就有的时候绕回来一点意象一点讲，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方法。谢谢王悦带来的精彩表演。